中国宣布从8月1日起对镓、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，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。现在已有多国企业准备申请出口许可，或联系中国供应商尽快囤货。这一次对于西方的反制是上次对美光进行制裁之后，中国再一次对美西方霸权主义说不，同时也是向他们表明中国是不可能屈服和坐以待毙的。这次中国对镓和锗的出口管制十分具有针对性，笔者感觉有6个方面，请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。一是镓和锗是稀有金属，军用领域占了大头，我们自己要用，战略储备必须跟上。镓和锗本就不是稀土元素，而是所谓的稀有金属，数量稀少，比黄金还珍贵。现代武器装备的相控阵雷达的 T2 组件大量使用砷化镓和氮化镓，尤其是氮化镓，我军现在的军舰、军机、雷达装备等等能够快速发展，形成实力碾压，很大程度就是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优势。所以限制出口镓和锗很大程度要优先满足国内的需要。目前一大堆歼10和歼11面临着升级改造，军方嚷嚷着必须上氮化镓有源相控阵，生产的预警机也是要用的，还有一堆军舰要下饺子，上面的大平板也要上氮化镓的。二是国内智能汽车、无人机产业需要这些稀有金属，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几乎可以到了独步全球的地步，同时智能汽车也在飞速发展，尤其是华为等车企将车辆上的雷达用出了话，这些智能汽车上的先进传感器和雷达都会用到镓、锗等稀有金属材料，所以我们限制出口目的就是为以后做准备。无人机产业也是稀有金属消耗大户，大疆无人机现在已经用上了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后续发展的产品只会更先进，所以材料领域肯定会用上镓和锗这类关键材料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也是为我国后续产业提供资源储备。三是给耶伦访华对等加筹码。耶伦访华之前，美国方面进一步在芯片制裁我们，妄图逼我们就范，想在访华的谈判中赢得筹码，但是我们不可能让这种傲慢行径和强权手段得逞。所以你们既然在芯片领域继续对我们制裁，那么我们必然要进行反制，后面哪怕是坐下来谈，那也是就事论事，你退我才能退，不可能说什么好处都是你美国占完，然后我们来当冤大头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四是逼迫美西方坐下来重新谈芯片问题。日本7月1日起对向中国出口的23种半导体设备实施严苛审批和限制。荷兰9月1日起对向中国出口的大光科技实施管制。美国有可能在下半年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 A800 和 H800 等等。这一系列制裁措施很多都是相当严重的，甚至对于我们部分还没有完全国产替代的领域是毁灭性打击。所以现在情况是非常危急的，全凭自己自力更生已经无法应对了，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用相同的手段逼迫西方世界重新坐下来谈芯片问题。五是进一步强化稀有金属、稀土等定价权，提升自身收益。镓的产量在全世界里面，中国是独一份的，中国的产量占到世界的 93% 以上，锗的冶炼产量也达到世界的 68%。2021年，美国有 50% 以上的镓和锗进口自中国。镓这种东西，它不是开采出来的，是开采铝矿、锌矿的衍生物。要冶炼镓，首先需要冶炼铝，而且冶炼大量的铝，才能得到一点点镓。由于我国是金属大国，所以这些东西的生产本身就是衍生物，附带生产一下，供给全球。但是如果中国不提供了，美国得要建立相当于中国金属工业这么庞大的工业，才能提供足够的镓。还有锗，想要提炼锗，先要回收锗的负极物，比如说国内的锗实际上是煤矿里面的，挖出来的煤炭先去发电，然后回收布袋沉、旋风沉，再进行负极，得到高品位的锗，然后进行蒸馏，经流进行进一步的提纯，此时得到二氧化锗。纯二氧化锗要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还原得到锗定，而且这些技术还要通过一代代摸索创新进行迭代升级，想要一步到位根本不可能。而且上述的反应过程超级耗能，没有对应的能源工业，根本搞不起来。所以之前我们作为世界工业体系中的一环，
可以说为西方国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加和者，大家都各取所需，相安无事。现在西方国家要在芯片领域掀桌子，不给我们活路，那我们也不惯着。现在你西方国家要这些稀有金属，那就只能申请，我们批不批另说，价钱就不是以前那个友情价了，至少要把我们在芯片领域的损失补回来。六是为俄乌冲突泼水降温。我们知道加和锗是重要的贵金属，但是加和锗就中国一家有吗？以镓为例，全球年产大概450吨，其中420吨在中国，13吨在俄罗斯，4吨在乌克兰，而且乌克兰这4吨还在顿巴斯地区，所以美西方要是想要找到加和锗的替代品，就只能在俄乌冲突上不要拱火，坐下来谈，希望能把乌克兰的那点生产量拿到手。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，毕竟俄乌冲突带给美国的收益是极其巨大的，不可能因为这点加就放弃的。